坏了，难道蓝湛真的不高兴了？他没有注意到，蓝忘机泛红的耳垂出卖了他的内心。他在上回请人吃饭时，特意记下了那人所点的菜，如今被这样直白地问，他才不好开口。房间里又安静下来，魏无羡踌躇着，想为自己刚才并不友善的语气道歉，可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最终还是决定先试探几分，便问他道：刚刚导演说下午的戏要转场，蓝湛，你和我一起过去吗？对方很快给出了回答，脸上表情却无甚变化。魏无羡仔细瞅了半刻，没察觉到他的不快，才放下心来。下午的戏份，从客观上来讲，是较为困难的一部分打戏，且还是在水里。可从魏无羡的主观上来讲，没有什么戏比亲密戏更难了。所以，于他而言，这种程度的打戏就是小菜一碟。这个时间段的剧情，魏无羡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混迹黑道许久了。在一次行动中，几人被警察追捕，情急之下跳入河中。身着警服的蓝忘机在岸上要求其投降，这也正是两人以对立身份第一次见面，或者说第一次重逢。从剧本里就能看出来，这场水中打戏不是那么容易的，除去专业性的动作外，还要表达出角色内心的情感。毕竟两人是以为正式分手的恋人身份再次相遇的。各个演员调好威亚，在导演的开始喊出后，便跳下了那片水里。大桥离水面有些高度，纵使魏无羡精通水性，在跳下去后也不可避免地呛了一点水，水质也并不是很好。他强忍着鼻腔中的不适感，努力将工作进行了下去。这场戏里，蓝忘机是不用下水的，他是在中途赶到桥上，而后再看到了在水里奋战的曾经的恋人。魏无羡仗着自己会水，这场原本可以结束的戏，他硬是多拍了几条。所以在最后完成工作后上岸的他，已经是累得气喘吁吁。在此期间，蓝忘机已经从桥上到了岸边，也就能赶在工作人员过去扶起他，满含着关切地问道：你怎么样？嗨嗨。魏无羡咳了几声，摆摆手道：没事没事，我能有什么事啊，我水性可好了。这水很凉。蓝忘机不是凭猜测，他刚握住那人的一只手，就感受到了刺骨的凉意。那也没事。魏无羡看着他那缚住自己的双手，笑着对人道：不过蓝湛，你的手可是暖和得很，你要是怕我有事，借我暖暖手呗。你不知，魏老师魏老师，你没事吧？蓝忘机未说完的话被打断，负责演员安全的工作人员急忙赶过来，询问魏无羡的情况。蓝忘机轻轻放开手心里的冰凉，看着他以同样的满不在乎的语气回应工作人员，好像完全忘记了自己说的要借他的手这件事。看着他被人扶走后，蓝忘机才放心了些，只是失落的情绪还是抑制不住地蔓延出来。直到这天他结束了自己的戏份，才知道魏无羡早已回了酒店。由于担心魏无羡是不是临时出了什么状况，也尽快赶了回去。那人的房门紧闭着，灯是关着的，屋内也没有任何声音。蓝忘机怕打扰他休息，只发了条微信过去。若是他没有回应，那就是睡下了；若是还未睡，那他便可以敲门。魏婴，你还好吗？意料之外的是，他收到了秒回的消息：我准备睡觉了，你也快休息吧。隔了几秒后，那边又发来一则信息：晚安。那应该是没事了。蓝忘机看着微信界面，眼里露出一丝笑意，也规规矩矩回了一句晚安。只是到了第二天，他收到了临时调换戏份顺序的通知，这才知道那人因为昨天在冰冷的河水里待太久，刚回休息室就发了高烧。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蓝忘机已经在片场了。纵使他心里在着急，也只能硬着头皮把手头的工作做完。所幸这部电影大多都是双男主的对手戏，魏无羡因为生病顺延了戏份，他的工作自然也不多。这边刚一忙完，他就拿出手机想要给那人打电话，却在拨号的前一秒犹豫了。他应该还在休息吧？他不敢贸然打电话过去，可一时半会又想不到给谁打比较好。哎，忘机，怎么呆站在这儿啊？你今天的戏份已经完了，可以回去休息了。导演瞧见他一直站在原地，过来询问。谢谢导演，
蓝忘机刚想问魏无羡的事情，导演却在下一秒自己提了出来。哦，对了，无羡生病了，你现在比较有空，又和他住一起，记得去看一下他。导演拍拍他的肩，继续道，我之前听他经纪人说呀，他一点都不会照顾自己，这会他经纪人应该在路上了。经纪人？是啊，他经纪人叫温宁，昨天听说无羡生病了，凌晨就往这边过来了。那导演，蓝忘机真挚地请求道，您可不可以把他的号码给我？他几乎是拿到号码后就拨了过去。一阵嘟声过后，那边很快响起一个少年的声音，喂，请问你是？我是蓝忘机。他声音本就清冷，经过电波传送后轻微的变音后便显得更加冷淡了。啊，蓝影帝。温宁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电话那头的人一说话就给他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。他本就不太善言辞，可圈内大多是圆滑处事之辈，交谈起来并不费劲，并不需要他太擅长交际。但是他从未跟蓝影帝这样的清流打过交道，乍一遇到便只有慌张的份儿了。哆哆嗦嗦和人说了几句话，简单说明了下魏无羡的情况后，他一咬牙说道，蓝影帝，要不我微信跟你说吧，他实在是受不住这样低气压的氛围了。蓝忘机也大概能知道他为何提这样的要求，自己的性格他自己清楚得很，不过今日应是心情太过烦躁，与人交谈也耐不下心来。他照着刚才听到的一串号码输进查找框，在发送申请之前还特意改了下备注魏婴经纪人。好在温宁也不拖沓，直接就把昨晚和魏无羡的聊天记录发了过去。夷陵老祖，温宁，我发烧了，你明天有空过来一趟吗？我没带药。老祖的小走失，什么？魏哥，你咋回事啊？我有空，我现在就去开车。夷陵老祖，你急啥呀？听我说完，我们片场离你那儿也挺远的，你顺便给我带点其他东西来吧，我好久没吃零食了。老祖的小走失，哭呢，魏哥你想吃啥？夷陵老祖，就随便带点麻辣小龙虾吧，嘴馋。老祖的小走失，啊，麻辣？魏哥你是生病了，怎么可以吃辣的东西啊？不行不行。夷陵老祖，我就要好了，我睡着了，不要打扰我。老祖的小走失，夷陵老祖，哦，忘记说了，我在某某酒店520号房间，要是在门口地毯下，明早不许打电话吵醒我。最后，我希望明天就有一份麻辣小龙虾放在我床头柜上。蓝忘机一条一条的翻着，刚看到 ID 时，他心里就已经有种莫名的情绪了。虽说清楚两人是工作伙伴，可是另一个人的 ID 里有他的 ID 一部分，想想便有些微酸。他又拿出小心保存着的和魏无羡聊天的截屏，一番对比之下，他才惊觉他们的交流只有寥寥数语，昨晚得到那句晚安的欣喜情绪又瞬间被失落填满。